玩了8天的时间来这边做个游玩总结吧。这是海外服啦，不知道和台服一不一样，总之就来做个分享吧。目前等级来到143等，战力980万，境界的话是到化神中期而在属性部分我主要就是冲暴击还有击晕你在前期阶段主冲2个属性差不多就是极限了。暴击超过100%，它是会变得比较容易产生暴击，并不是会必定暴击那我们看一下更详细的抗性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敌人会进行击晕所以在击晕抗性的部分，我是拉到了116%，尽可能不要让它击晕不然会被它从头打到尾，你还是醒不过来。至于你要练击晕的抗性，或者是要走闪避的路线你就挑一种去进行就好了。玩法部分最主要就是开装备透过消耗包子来换出更强的装备。开局你在玩的前面那2-3天装备给你的属性其实都不怎么样了，你可以到地平这个等级的装备，你再去开始调整你要练的路线，是要走暴击呢，还是要走连击都可以的。氪金部分，当时我买的就是月卡，还有自动钓鱼，折台币320啦。林田管家这里折台币也是320，然后我还有买自保纳符，透过你消耗包子的总数它可以额外给你获得修为。总之我前后大概氪了800-900吧。然后神庭畅有这个当时我是没有氪的。终身卡我也是没有氪，我是大概玩了1个礼拜以后，我的氪金出现了返利，你可以透过返利给你的牌子来购买所以我就同时买了终身卡还有神庭卡这2种因为这种类型的玩法是非常多的所以我就快速带过吧。首先我们先看氪金3卡的地方吧。太古神庭，如果你单批的话就是这样子它不见得会掉出东西来而且这样子是比较麻烦的。但如果你有买神庭卡的话，它一口气就是打一大堆出来你获取到的物品会更多，而且又省时间再来钓鱼，如果你购买了钓鱼卡，点击开始它就会自动进行了。掉落物的部分也可以去进行设置，看你要走什么样的路线钓鱼升级了以后，你就可以前往新的地点进行钓鱼而且每个地点你都是可以钓到这种特殊物品的。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氪的话，一个一个点也是相当麻烦的至于鱼饵部分看个人吧，这个都要消耗元宝的，我就用起来嘛也不是特别明显，后来我就没有买了。钓竿的部分可以去进行强化。再来农田部分，这边也就是那个特权卡的在这个地方真的非常推荐要买不然真的非常麻烦因为最主要就是你要进行种菜嘛，下面还要蒸包子。这包子一开始是30秒，再来就1分钟，再来就是1分半，它最长可以拉到2个钟头一次2个钟头那个你就不用做了因为它给你的包子的量也是非常少的。我这边有做一个统计，平均大概你买了特权，然后打开了管家，你点了自动以后，大概6个钟头吧，你可以拿到560个包子就是要挂在线上的那我觉得你一天大概挂8-9个钟头就差不多了，剩下的蒸包子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你也不用挂那么久。如果你挂满24小时，初估大概就是有800到900个包子翼龙部分这边就是时装炼丹，这边你只要注意每一天它都有限制服用的次数每一阶的丹药还有永久提升属性的，这个都要消耗草药，就是种菜取得的。但是这个草药你获取的量其实是不多的，你可以优先拉供给，先灌满1阶，灌满灌2阶2阶灌满灌3阶。你可以在农田的左下方农坊这边去进行选购，因为如果你把其他的防御还是这些东西你都吞下去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草药消耗的实在是太快了。当你进行渡劫的时候，也是要靠炼丹来提高它的几率的然后这边也有天赋，我走的就是 PVP 的路线然后左下方有转职，这边可以自由转其实我觉得你转哪一个职业都无所谓的你可以选男选女只不过一次要消耗的是转职的令牌或者是520的元宝，99换一次就行了。我觉得你选什么应该都是没什么差的。挑战关卡部分这里有相当多虚天宝殿它就是爬塔的，推到了105关。灵州真度这块部分它搭载的就是武魂系统这个后面再介绍吧。我们先从中间下方这里拉开来，大概带过一遍法相一开始你会是这种的法相嘛，其实是没什么差的，因为它是同时成长的你可以看得到每个法相都卖480元宝，这个最主要就是走抗性的。当你关卡实在是打不过了，你可以针对那个抗性买一个法相来挡看看就像有连击抗性吸血抗性之类的，而我买的就是击晕的抗性换了法相你就可以拉高该种效果的抵抗。坐骑部分可以烧万坐骑，最高也有红色坐骑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慢慢弄吧，不用急着马上刷出传说的坐骑，因为我玩了1个礼拜我还没有刷到半件红色的坐骑所以我觉得刷橙色出来就行了然后我选的就是暴击的坐骑这一块假设你刷到2个一样的，你就看它这个被动的特性哪一个比较优秀，是可以
替换了，然后把它进行升星了，它一样会继承，而且也会返还你当初强化资源了，所以你怎么互吃都无所谓，你直接把最好的盖下去就对了。魂域的部分走的就是方块路线了，也可以去进行合成，还有置换，合出来的级数啊越高啊，方块就会越小，共鸣啊就可以拉得比较高啊。零售部分这个地方有点坑哦，平民玩家的话这一块就不用理会太多，你可以让它产出蛋来，进行合成，两个颜色一样就能合，然后它会有几率变成经验了，你看合出来就变经验了，所以你这个主站位啊，当你拿出来合的时候就会非常危险了。你最好就是主站位弄到了卓越这个品质了以后，先不要去动它，你等到下面合出来更高的品阶，你再把它拉下来就好了。你不要拿这个去跟其他的一块去合，不然它如果变成经验会很伤脑筋的。法宝部分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可以买新的法宝，你可以看得到法宝啊，它有各式各样的反击、连击、闪避都是有的，而我买的就是击晕还有暴击这两种，因为我就走这两个路线的嘛，未来可以视情况去进行切换。其实那个都是数字的增减而已嘛。假设你一般的装备你拿到的击晕是比较多的，那你法宝就可以换暴击了，然后你再参考这个地方，反正就是最终目标全部100%以上嘛，这样子会让你的装备啊选择性会更高，毕竟你要拿到全套都是暴击的实在是太难了，你多多少少还是会混到其他的效果在里面。神兵系统这个地方也是进行强化而已啊，同时也可以进行分解，它的来源啊就是太古神庭，也就是这个地方啦。血脉取得血脉的管道啊，就是要透过打精绝古城这个地方啊，每天晚上啊，你可以去打妖尊哦，你可以拿到战利品，收集碎片，同时这些任务都是要做的哦。3界通缉的部分就看你的战力打不打过了，然后一天可以打2次讨伐，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晚上6点半跟9点半这2个时段吧。再来是武魂系统，它这个有2个方向哦，第一个方向就是这些角色啊放在这个页面的都是可以增长你的战力，同时你可以使用它的技能了，你就参考你的宠物是什么样的属性，你就放什么样的技能。像我的灵兽是金属性的，武魂这一块技能部分我就会以金属性的为主啊。那这些武魂的角色啊是可以进行招募的，它的玩法是灵州深度，在这个地方啊，你每一天都是参与，然后就可以拿到幕符。在这边也是有几率开到橙色品质的角色啦，而武魂本身呢，你可以去进行升级哦，这升级影响是挺大的哦，同时还可以升星啦，只要抽到一样就能升星了。那我们来打一场灵州深度给各位看，透过升级还有升星啦，你的角色是非常强的。如果你都没有升的话，基本上就会弱了不少。以花木兰为例好了，我升到13级，攻击还有生命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是10级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而其他蓝色品质的就更弱了，偏向塔防玩法。你可以看得到敌人的，他是1级，代表说他很弱。看敌方的等级如果太高，基本上你是很难打得动的。那我们要搭配的时候啊，首先啊就是看你要走什么样的流派，卡牌左上方都会有出现流派的标志嘛。假设我玩剑好了，就放2只角色都是剑属性的，再进行扩建。如果你开到一样的啊，就可以再升星，你的攻击力就会再变强了哦。你看哦，现在是864的攻击嘛，我再点一次花木兰，它就变成2304了。升得越高，它输出就越强了。刚刚2304嘛，点下去变成4608。再就要注意啊，上阵3名战士的时候就会有被动效果，所以在这边打，你看的也都是一套一套的。玩法大致上是这样。主线部分我推到了6至15啊，它的战力已经拉到了快1500万了。当我拉高了骑晕了以后，基本上就能实现越战打了，因为我现在战力连1000万都还没有。武道会部分啊，给各位看一下他们用的是怎么样吧。这是第1名的，他的暴击跟击晕拉到那么高哦，这边也可以看得到他的抗性。我们看一下第3名的好了，他主打就是连击还有反击啊，这是他的抗性部分是长这样。总之啊，这一块你到后面再参考课长就行了。平民玩家的话，你提升不会那么快，你玩了3-5天，你再来看竞技场这一块就行了。整体的玩法就是这些啦，剩下的就不再多多介绍了。体验还算是很不错的哦，最主要还是得氪金了。如果都不买氪权的情况下，这款游戏倒不是那么的推荐一玩，因为真的很耗时间了。他推的这些特权卡就是要让你消费的，不然就是会绑死你的所有时间了。那么本次影片到这里吧，大家拜拜。